花花觉得多肉有治愈的作用，看着这些多肉就让人的心情大好起来。花花一直以来都是土培多肉的，但是其实多肉也是可以水培的，而且养得好会非常的水灵。大家好，这里是花花世界的频道，今天花花跟大家一起学习一下多肉水培的内容。相对土壤来说，水培更加干净一些，而且前期生根也比较快，不容易生虫。不过水培的话，可能对于群生或者长成老桩来说，营养方面有所欠缺。快来一起了解一下吧。水培有根多肉，多肉植物水培前的处理工作。先将多肉植物带土拖出，至清理干净枯叶和根部的泥土，修剪掉老化、过长、过多的须根系，用流动的清水冲洗干净多肉叶片以及根系上的泥土。多肉洗根的最佳时间为每年的3月下旬至6月中旬，或9月上旬至10月上中旬。浸泡多菌灵稀释液用于杀菌和杀毒，同时也可促进伤口愈合。放在光线明亮的散射光环境下，自然风干水分，即可用于水培。多肉水培的几大要素。水，都说多肉浇水多了会烂根、黑腐、化水，怎么还能水培呢？水培虽然都是水，但水中有氧气，定期换水是不会导致根系腐烂的，而且水的成分比较简单，不像土培过程中会产生各种病菌，而且水培容器都是透明的，肉一旦有不好的情况，我们能第一时间发现解决。在弄清楚植株对于水分的要求之后，可以将植株的根系部位清洗一下，插入或者放入容器中。此时需要注意的是，根部不能完全进入到水里面，那样会影响植物本身从外界环境进行气体交换的，故而只需要水没过根部的1/3到2/3，这个范围内都是可以的。在养护一段时间之后，也是要换一下水的。光照，多肉大部分喜光，生存在光照充足的环境中更有利于它的生长发育，故而要尽量避免其放置在阴凉避光处，但是切忌阳光暴晒多肉。下面是水，如果暴晒，水一蒸发就成蒸肉了。如果遇到阴雨天，可以给予其人工的散射光照射也是好的。再者，夏季正午阳光太过强烈，要注意给予遮阴。养分，水中的营养物质不足以维持多肉生长所需要的营养物质，所以我们在多肉生长期间，要定期往水中增添营养液，这样我们的多肉才能长得健康茁壮。但是需要注意的是，放入稀释的营养液前注意，轻轻摇晃均匀后再放入植株。另外，根外追肥有益于水培多肉植物生长。根外追肥是将稀释了的化学肥料或微量元素喷施在植株叶面上，经气孔吸收利用的一种特殊施肥方法，又叫叶面施肥。根外施肥用量少，肥效快，不受根系吸收功能的影响。一般喷施后5小时就可被吸收，肥效可持续10天左右，因此根外追肥可以每10天喷施一次。定期修剪，当多肉的根系长得过于茂盛的时候，我们要定期的修剪，避免多肉的徒长，或者是根部争夺营养而导致生长状态不好。水培无根多肉，水插生根法是把多肉植物的茎或枝剪下来，插在水中繁育新株的一种方法。在春秋2季植物生命活动旺盛期，也就是多肉植物水插的最佳时期。首先，水插的母体要选取健壮、无病虫害的砍头，这样才有益于水培生根后的养护，并提高观赏效果。其次，砍头的切口要平整光滑，有利于切口的愈合和新根的萌发。如果刀不锋利或切口粗糙不平，容易引起伤口腐烂。水插后换水时，如果发现插穗的切口有粘液时，就是该部位已经受细菌感染，要尽早剪除，以免向上扩展蔓延，导致水插失败。水插的砍头应放置于凉爽通风处晾干伤口2至3天，让伤口充分干燥，再端正地放入装着清水的器皿中，让插穗剪口贴近水面，但勿沾水，以免因剪口浸在水中引起腐烂。放置在有适当遮阳或明亮散射光处，经7到10天即可萌根。关于水培无根多肉的容器，其实一次性纸杯上面用一层保鲜膜也可以。另外，关于叶插水培的方法，我们后续也会介绍，本期内容不做过多说明。适合水培的品种，
百合科可以水培的种类有芦荟属的斑叶姬芦荟、雪花、海虎兰、翡翠钿、不夜城、龙山、环城乐、唐芦荟、地可芦荟等。12卷属的12卷、宝草、祝燕、玉露、玉绿、金枝华等。景天科的多肉植物也很适宜水栽培，如莲花掌属的莲花掌、红圆莲花掌、黑法师、灿烂、漠然等。银波锦属的银波锦、轮回等。青索龙属的青索龙、银天女、花月、火霁、若绿等。石莲花属的黑王子、星影、旭鹤、七福神、特玉莲、玉蝶、燕蝶、粉红石莲花、魔式石莲花、底园之舞、鲁氏石莲花、锦晃星、锦丝晃、以及花丽等。除了以上的养护技巧外，水培多肉一定也要注意多通风和水质干净。听了水培的内容以后，你有没有一定想冲动试试水培呢？那就行动起来吧。今天水培的内容就分享到这里。如果你喜欢花花的内容，请点赞、关注、转发。感谢你观看本期视频，感谢粉丝一直以来的喜欢、包容和支持。我们下期见。